欢迎 KT 频道。9月16官方释出月之狂欢公告。昨天很多猜测内容有误，正式带大家看官方内容。首先，血月大世界规则部分，跟上一季 S0血月一样，第一次玩血月的玩家要适应一下，因为玩家死亡会按照理智比例扣除身上的活动道具月之低语。现有版本长梦永夜梦语最接近血月理智降低损血机制。长梦剧本官方有额外说明，月影之主不受到梦域加成影响，但是它召唤出来的幽影就不确定了。接下来大家最关心异常物、食谱还有模组部分，生存道具跟食谱全数回归，异常物部分 S0也全数回归，模组部分会以自选方式，可以选择月照还是新出的月手。新出的3只异常物，只有开月影之主的宝箱获得。重新梳理一下，想要新的异常物，可以多去参加赛域，击倒月影之主。接下来这次活动的主轴，月影之主，玩家累积一定的凝视值，月影之主就会复制玩家的数值，同时召唤幽影出来，而且它还会用强心针复活。隐藏条件触发，它还会再进化，变成异色月影之主，会掉更丰厚的奖励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它打死越多玩家，会不断强化哦。如果伺服器玩家不多的话，建议在世界频道先集结再过去，不然你会看到他一直独自升级，带着一堆幽影大军。为了增加游戏性，这次的官方活动推出次恶试炼。目前初步的规则将玩家分区比赛积分，这部分文字可能会有理解误差，等实际推出再跟大家说明。另外，累积搜集月之低语，可以换这次主题个家具模型哦。最后，新武器部分已经释出武器名称跟概要。第一把 SKS 寻路者，冰霜系列狙击枪，命中有几率产生冰霜漩涡，有机会产生威力金球，充能后发射冰锥，感觉有机会跟静默 buff 搭配。第二把 P90 全向共振。猎人标记系列可以上猎人标记，命中一定次数造成范围伤害。第一把猎人标记范围武器，如果功能不错，搞不好有机会变成新的副武器选项。以上是本次影片内容，一起